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根本不需要去帮助美国，现在背后没有国家支持他，除了以色列。其实没有人愿意参战，伊朗并没有落后太多。你看到它整合起来，也有节奏的做反击，而且后面可能比过去还拥有2倍到3倍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储存量。所以目前的美伊战争上面，美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比伊朗低啊。尤其是川普他的战略不清楚，面临到了一个新领袖出来的伊朗，其实接下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好，观众朋友，今天关心来自于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最新消息：80枚的飞弹，伊朗射出来的只是开胃菜吗？伊朗现在最新宣称的，它有2.万的发射平台，目前为止攻击美以只用了10%而已，炮火现在也持续的延烧到波湾地区去吗？另外，今天会特别来关心有关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援部分，俄罗斯根据了解有帮忙定位，那中国大陆有军援飞弹吗？这一场中东大战，我们今天会来做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好，来看到是最新消息，哈米尼的儿子56岁的穆杰塔巴正式接班了，他宣布要正式的启动这一场叫做复仇者的时代。前美国的外交官这位是艾伦，他特别说了，穆杰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糕、更强硬。他补充，他是革命卫队的首选候选人，将会有接下来大量的仇要来报复。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所以呢，伊朗就在8号这一天启动了这一场攻击，这个叫做发动的真实承诺4的行动。这当中出动了80枚的飞弹，就这样射向了以色列，再包括它的北中南地区同时都拉了防空警报，并且攻击到多个城市。4波的飞弹攻击涵盖的范围包括了有特拉维夫，它的首都特拉维夫、海法等主要城市。大量的民众也躲向了防空避难所里面去。5个小时而已，就已经有4波的飞弹攻击。伊朗是这样讲的，他说目前针对于伊朗的攻击，他们只针对于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他们只用了10%而已，还有2.5个导弹的发射平台还没有做使用。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巴林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也被伊朗所攻击了。这是在他的一个穆哈拉市的一所大学遭到飞弹击中，造成3个人受伤，建筑物受损之外，这是在我们看到大学的部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时候做了警告，因为伊朗也去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所以他就说了，你如果继续的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我们就会让美军来用我们境内的基地来打击伊朗。另外一头来看到伊朗这一次，他说他总共发射了多少的攻击，大约达到了600次的飞弹攻击，2600次是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除了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之外，看到的范围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并且在这一次的攻击下，伊朗最新做了一个宣称，他说已经造成了美军第5舰队21人死亡，美军空军基地200人死伤。而美国的部分最新消息，他们已经证实了，先前说美军有6个人身亡，现在最新消息数字，美军证实来到了7人身亡。再来看到了，在这个美以轰炸之下，石油设施跟炼油厂的部分轰炸它的石油跟炼油厂之后，德黑兰在3月8号这一天上空出现了一个云层，而且这个云层是突然间变成黑色的，下起了石油雨哦。那么当然了，当局就赶快要求他们的民众赶快去避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石油雨是对人体有害的。好，来看到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角色也加入了帮助伊朗吗？我们先来看到外长王毅，他说这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再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也做披露，2艘隶属在伊朗的国营公司的货船在上周从广东满载离岸，外界研判船上是否载有飞弹是要提供给伊朗的呢？俄罗斯的部分疑似也向伊朗提供了在中东的潜在目标的情报给伊朗，包括这当中可以得到美军舰艇跟军机位置的情报。再来看到是中国还向伊朗，这是传出来的，提供了雷达，还有它的红旗9B 防空系统等等。针对于中国准备向伊朗提供了这个音速反舰飞弹的传闻，中国目前则是予以否认到底。所以这当中我们要请舰长特别先带我们来看到，中俄难道是真的开始下场要帮助伊朗了吗？这一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美国对抗中俄的代理人战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
这一个无论是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其实非常的不同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视角的话，他们的说法也就是送了非常多的，中国大陆送了非常多的装备给伊朗，但是事实上呢，那我们来看啊，之前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每天不断的提供最新的他们的一个攻击的目标，例如说，这攻击的是一个那个机堡，那这个没有门的机堡呢，结果就立刻被命中。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啊，唯一一个比较像中国大陆的装备的唯一一个，其实也就是这一个红旗2的这个飞弹。可是这个红旗2呢，实际上俄罗斯也有。那在这种飞弹呢，那它这里当然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被击毁的一个照片啊。可是这个飞弹是1960年代的飞弹，也就是距今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它也就是辽备一格。至于有很多的说法，也就是说，例如说红旗9B，如果真的在这个部署的话，那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照片，但是没有，雷达也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来看，是不是有相关的军民两用的装备送到了这一个伊朗呢？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它所拍下来的接下来的卫星的照片。那也就是说，这2艘船，那其实现在如果按照3月7号的一个地点的话，他们正在通过南海，然后正准备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现在的 AIS 啊，它都会显它的终端到底在哪里。那它的地点的 ETA 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伊朗。那大家都认为，那当然他们也觉得这是他们停靠在一个危险品码头，也就是专门送这种化学药品的。那也就是是不是有这种提供给伊朗这一种推进药的这个可能呢？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有的时候码头比较繁忙的时候，任何的货柜都会做各种的调派。我举个例子，那个当年海军敦睦支队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靠的其实就是货柜码头，我们的上面还有起重机。那这个是透过那个它的一个港口的安排，所以不一定是靠哪里它就一定有什么。而且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华盛顿邮报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从它的甲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个货柜而已。那大家也不要想的太多。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它是如此，那俄罗斯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方面？例如说有些人认为说会给这个尖端的，例如说定位系统，或者是这一种卫星照相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不要讲说俄罗斯会不会给伊朗啊，我们想一想当年那个英阿的福克兰战役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给英国嘞？美国有啊，美国事后承认说他们给了非常多的这个图像资料以及情报资料给英国。那你美国可以给英国，那为什么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不可以给伊朗呢？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一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向伊朗宣战。好，所以这一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关心的是在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角色，但是现在呢，伊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发动了这么多次的战争，到现在为止最新的一次是80枚的飞弹射向以色列嘛，他说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飞弹平台，2.5万发的飞弹平台，我们现在只用了10%，也就是说这场消耗战会持续下去吗？以色列的防空网撑得住吗？委员又怎么看？有人看门道，有人看热闹。这个以色列能不能撑得住，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说伊朗这个一再轰炸有没有炸掉以色列打击伊朗的空战能力？没有。换句话说，打击的重点没有打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那打这种以色列的防空网，很显然打的是民间设施。那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以色列现在经过这几个轰炸以后，瘫痪到什么程度？似乎还没有到了瘫痪的崩溃边缘啊。那伊朗呢？
伊朗的这个防空力量完全没有，所以等于是让伊朗的空军炸得完的，以色列空军炸得完，这是伊朗比较吃亏的地方，因为伊朗没有防空网，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伊朗有攻击网，那说伊朗有80枚这个导弹只是开场，他们还有25000枚。他讲发射平台应该讲是无人机啦，如果是导弹不可能这个数量，因为伊朗的财力有限嘛，不可能这个的。他说只动用10%，因为无人机的平台很便宜嘛。那伊朗的发射平台预估不会超过200个大卡型卡车的发射平台，所以现在损失多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损失也不会在少数了哈，可能有一半不见，那另外一半还有一个作战能量哈，所以有100套的发射卡车，有80枚的飞弹机差不多。至于它所谓井喷式的那种井射式的导弹，大概没有了哈，因为目前没看到井射式的导弹出现啊。这个是很不平常。但伊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哈，不在它有没有办法攻击以色列。第一个，它没有办法以色列的空军力量瘫痪，所以以色列可以持续对伊朗产生攻击。第二个，现在伊朗最大的困境是他不晓得该打哪里。第一个，如果他打以色列，这是很正常，美以伊战争。他现在打巴林，巴林是什叶派的打沙特阿拉伯或者打这个阿联酋，然后封锁荷姆兹海峡。战争主角就不是美国跟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打吧，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不痛，以色列也不痛。你说以色列、美国又不进出这个荷姆兹海峡，大家都忘了这是什么？没有进出荷姆兹海峡，跟以色列、美国都没有关系。反而跟谁有关系啊？印度、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台湾，这有关系啊。所以变成说打荷姆兹海峡是等于是另外一场战争，因为主角全部换人了嘛。所以你只能对油价涨，那现在油价暴涨，美元暴涨，这什么意思？美国是获利者啊，是美国，而且中国是损失的，印度损失的，只是损失日本损失是损失的轻重不同而已嘛，哈。那有人讲说美国会经济什么乱？你看到其他国家损失更重，美国那点股价跌那还好，而且美国的债券没有暴涨，没有暴跌，维持稳定，你要从这几个数字来看的话，哈。美国可能还觉得很乐的，你就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嘛。你要做反封锁，说让你们大家来拜托我，给我钱，因为那是主角不同的战争，而且荷姆兹海峡的战斗跟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跟原来的美以伊战争，现在变成伊朗跟波斯湾国家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哇，这另外一种战争这个伊朗能不能找到便宜？找不到便宜，麻烦就在这里，因为以前。会有效是美国从中东进口很多石油，现在美国完全不从中东进口石油，你现在拿它没办法，完全拿了吧？而且它还石油出口国，现在全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就是美国它会赚翻了。我跟你讲，赚翻了。所以这个伊朗的战略困境就在这里，就他不晓得该打哪里，不晓得该打谁。那打了以后，波斯湾国家变成他的仇人，沙特就放话了，你再打你就看着办。沙特的空军力量。比以色列差不了多少阿联酋的空军力量也很强那现在等于就是说，伊朗的民用设施还没有遭到太惨的攻击。那如果未来再波及到伊朗的民用设施，以色列固然受损，那以色列固然受损，后面有钱爸爸帮他补你伊朗就可能中国、俄罗斯都帮不上忙。好，卢委员说了，确实这场战争现在扩大到波湾地区去，包括了巴林等等的国家。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出来喊话了。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场战争持续的扩大？先说中国跟俄罗斯会不会在背后支持伊朗？我先说，美国现在背后没有国家支持他。西班牙、法国、挪威是反对，认为这是非法的战争。英国、澳洲现在被要求，但他们现在在犹豫，而且强调不可以用于战争，所以跟过去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盟邦除了以色列，其实没有人愿意参战。那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现在面临到一个两难：美国在用他们的基地，他们也需要美国的基地，但是他可能会被威胁、被攻击。沙特阿拉伯这边说，如果再攻击的话，会允许美军用境内的基地。你不老早已经允许了。那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去攻打伊朗？不至于，双方这个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那最多这是一个壮胆跟放话。那至于现在伊朗跟美国目前的这个情势
我觉得在战略的层面，其实伊朗并没有就是说落后太多，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攻击者，伊朗是遭受攻击还被斩首，这个国家快要崩溃。结果很快的，你看到它整合起来，新的政权延续，然后呢也有节奏的做反击，而且后面可能比过去这25波以上的反击还拥有大概2倍到3倍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储存量。是。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到，当然你如果就双方的战损跟死伤人数，伊朗这边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像昨天那个德黑兰下黑雨，这个对人民、对社会经济影响都很大。对，我看到联合国的，就是难民总署就公布，在过去这一周出现了20多万、快30万的，就是避难的难民，也就是在国家内部离开德黑兰，还有以色列逃离特拉维夫的这些叫所谓的避难难民，但还没有出现跨国境的这个难民，所以基本上这个政治、经济跟地方的治理体制在伊朗还算是稳定。那现在新的领袖出来，所以呢，他当然一方面他自己权力巩固，二方面这个神权政府他自己也要掌控，第三方面，伊朗这个国家面对美国、以色列这样子的攻击，那怎么样来去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态度？强硬的态度，有尊严，或者是这个国家不容被欺负的这个态度。那这样子的战略层面而言，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根本不需要去帮助。你刚刚讲到的2艘华盛顿邮报登的2艘货轮，我觉得如果就算是之前签约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项，那其实也就原先的这个协议。因为现在就双方而言都还不算是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战争已经这个不断的在提升，可是就中方而言，其实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呢，你自己将来处理，或者你在海上被打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他不会因为说战争，他可能是因为害怕被牵连而就不提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大概也了解。那当然，关键就会在这个货船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这个击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你说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中俄美之间的代理战争目前都还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俄国跟美国也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中俄之间也有他们双边的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美伊战争上面，其实美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比伊朗低啊。尤其川普他的战略不清楚，他现在战术又这个被动，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面临到了一个新的领袖出来的伊朗，强硬的伊朗，其实接下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来赶快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号称他们绝对是胜券在握了，但是被发现现在防空系统告急之外，库德民兵真的能够对抗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吗？伊朗的部分，他现在也攻击了土耳其，要挑战北约的势力。那么，美国跟以色列联手炸伊朗的飞弹口，能够断绝伊朗的后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真的吗？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美军是胜券在握吗？现在比较挑战的是它的防空导弹。根据了解，是不是已经告急了？数千名的库德族民兵能够打败伊斯兰革命卫队吗？这一场战争到底会拖多久呢？再来就是现在呢，整个伊朗已经攻击到土耳其了，北约国家现在都非常的紧张。到底要不要启动自己的安全承诺呢？这个是打脸了川普，他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战力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那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祭出了各种方法，要炸毁伊朗的飞弹发射口，但是能够彻底阻止伊朗的攻击吗？今天我们都会做详细的一个分析。好，美国总统3月5号这一天特别信心的表示，这一次美伊战争的军事行动进度是超前的，伊朗海军3天内已经损失了24艘的舰艇，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并且他呼吁伊斯兰革命卫队放下武器吧，接受豁免，否则必死无疑。接在川普后面的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伯了。
他特别提到伊朗的战力正在大幅的衰落当中。他说，伊朗的弹道飞弹攻击减少了90%，无人机的攻击更是减少了83%左右。但是在这些话说完之后，我们也要特别来看到 Politico 这边做的报道。他说呢，事实上，美国正在要求自己的国防部赶快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场战争并不如川普这样说的可以这么快的解决，甚至他们预估这场战争会打到9月份了。另外一个比较打脸的消息是来自于《金融时报》，揭露了一个美军不敢公开的一个机密。特别来看到这个报道，特别提到了防空拦截在美军的部分的弹药库已经到了危险的一个边缘了。特别我们也整理出了几个美军很重要的系统，包括了萨德跟爱国者。来自于香港01的报道。萨德系统总数已经不到了650枚，一次援引就会全部被打光150枚。爱国者飞弹系统同样的，现在也是非常的吃紧的。首尔最新今天新闻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的武器了，包括爱国者飞弹到中东地区，这都是最新的消息。另外一头，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库德族的部分，已经移师准备好待命了，在1周到10天之内就会来施行跨境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了。根据川普的说法是美军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报道说这场战争会是消耗战，拖到9月份甚至更久吗？千名的库德族民兵现在对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是不是不会出动他的地面部队呢？那么这样子的能够打败伊斯兰革命卫队吗？川普会不会让自己陷入在长期的泥淖当中呢？我们请将军带我们分析。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哈，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川普孙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打仗之前要做好各项的作战准备，那你再开始去开战，这样你才有胜算哈。如果说是你一开始只是想先打这场仗，打完开战之后，你在一边打一边在想说，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什么地方还要再加强。不断的去补哈，这叫败兵。就先战以后，我再想办法去求胜，但这场仗也是注定失败的哈。那我们验证孙子在兵法里面讲的这句话，不就是美军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情形吗？他一开始这个认为他以海空军的力量就足以威慑让伊朗能够这个屈服，但是没想到开战之后，他发现光靠海空军的力量不够所以说必须要动用地面部队。那开始的时候，他原来川普一开始讲说4天，他想速战速决，他认为他集结的兵力海空军力量已经够了，但是发现打了以后发现不够这个改成4周，现在甚至于说要打到9个月，这就是说一边打一边在做修正。那现在更扯的是要叫这个库德族的民兵从北边那边来攻打伊朗。那我解释一下。库德族，中东地区总共有5大民族只有库德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悲情的民族了，因为只有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管看到波斯他自己有这个伊朗国这个甚至于犹太都有以色列，这个阿拉伯民族有阿拉伯这几个国家，那唯一遗憾的就是库德族，他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有领土，有在这边生存，但是他因为不是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游牧民族。那当然被几个国家欺负，尤其是包括土耳其啦或者是叙利亚啦大家都在打他。那美国一直利用库德族来帮他打仗。之前我们讲说这个 ISIS， 他就是用库德族去打的。那打完之后，事实上他就弃之不顾了，也没有照顾人家库德族。所以我觉得这次库德族还愿不愿意再帮美军打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库德族去打这个伊朗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它是什叶派。那库德族他们是逊尼派的，所以他认为说可以借着这个宗教上面的这种矛盾可以挑拨利用库德族来打伊朗，这是美国自己打的如意算盘。但是我们看现在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个，川普我想说他会想要动用库德族，证明一件事情，证明就是说你光靠海空军的力量是不足以这个屈服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的，必须之后再怎么样你都要动用地面部队。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个我们之前所研判的没错。那你
川普要打这场仗，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准备地面部队，好在这边，那临时去拉了库德族来打。第二个，我们看看伊朗这个国土，这个打仗来讲的话，天地敌我水，这5个因素你要考虑进去。天候地形，那我讲地形好了。地形来讲的话，伊朗之所以数千年以来没有被其他国家没有被其他民族所消灭过，就是因为它的地形非常复杂，它四周环山都是山脉，然后国土纵深非常的深远，你靠地面部队要入侵不是这么容易。我们都知道，从海岸线到这个德黑兰要1000公里长，1000公里你作战纵深要多久啊？那你光开车你要开多久？那你运这个弹药要运多久？如果说你只靠这个库德族民兵的力量来讲的话，它毕竟只是一支游击队，它没有持续的战力你后续来讲，后勤补给、弹药、粮秣等等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就算库德族从北边那边入侵，他打到德黑兰，我觉得他力量是不够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这库德族现在你能够动员的兵力也不过是数千人而已。那数千人大概就是一个团的兵力，一个旅的兵力，不到一个师的兵力。大家要晓得伊朗来讲，它虽然海空军现在长期被美国所制裁。所以它海空军是很弱的，它几乎没有什么海空军所以一开始这个川普讲说，海军已经彻底被打趴了，空军也没什么制空。可是不要忽略了，伊朗来讲的话，它的陆军作战力量还是非常具有实战力，尤其是它的革命卫队这是很有坚强的地面作战部队。所以库德族就算是你动用库德族，那能不能够击败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我觉得这存在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的话，他这场战争他已经是一边打，他一边想办法还要求胜，那已经注定所谓的败兵先战，然后再去求胜。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美军现在战力的部分，在海空上面补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空缺的问题，这是来自于美方自己的媒体自己证实的消息。那兵力的部分呢，现在同样是面临很大的不足尤其现在光靠库德族是相当不足够的。包括了伊朗现在都看在眼里持续的扩大它对于其他国家的攻击，现在呢已经打到了，在这几天打到了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去了，当地的这个应急立刻空军基地发射飞弹，这边驻有大量的美军。虽然说这个飞弹后来是被拦截下来了，但是北约的国家现在其实都非常的紧张。北约国家现在已经在讨论了，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呢？在内部已经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派出他们的这个侦察机在某些已知道的这个伊朗地下飞弹城的上空做盘旋，如果有发现什么任何的活动，会立刻派他们的战机跟武装无人机来针对发射口进行攻击。这个伊朗手上还有哪一些长程的飞弹呢？如果只是打这个发射口，打不到飞弹城的本体，真的能够摧毁伊朗的战力吗？张将军又怎么看？因为这个伊朗算是被动反击。因为都是美国跟以色列先去炸伊朗，伊朗他针对这11个母国家包含土耳其、亚塞拜然，还包括整个中东区11个国家实施飞弹反击，它是反击、自卫反击、被动反击，而且它针对的是美军的基地，他不是说要打土耳其、要打亚塞拜然，不是，是打他的美军的基地。美军在那边，我不打你，你战机起飞，你的飞弹这个来实施对伊朗实施攻击，那我就他们只能干瞪眼了。当然，这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过去的，可能有中途被拦截，打掉之后，它刚好掉到土耳其境内了，那可能炸死了这些土耳其的老百姓呢，亚塞拜然老百姓了。那不管还包括约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达、科威特、伊拉克多了，叙利亚等等太多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要怎么去算？那今天伊朗它只是一个自卫反击嘛，因为它被打了嘛，是这个状。那现在伊朗最多的它飞弹主力是流星3号，流星3号可以打到1300公里。你看看，你先把你一画，你包含以色列啊，包含土耳其都画到了，亚塞拜然都画进去了。你看可以画那个半径图，1300公里一画进去，那它又是惯性导航，再加上可能它可以有利用美国那个不是美国的 GPS， 而是中国大陆的北斗。那叫定位又比较精准。那当然，美国或以色列它会发射大量的爱国者3萨德系统，反导系统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反导系统毕竟贵，你每一枚大概400万美金，就是1亿多台币啊，非常的贵啊。那你一次又不是1枚来拦截，你打2枚到3枚啊，来拦截这个弹道飞弹流星3号。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4倍公办？对美国来说，反正伊朗就继续打。伊朗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00多枚的地对地的导弹，已经使用了2000多架的无人机，已经用到目前。那它还有没有库存？我认为有，但是在山洞里面啊，美国去炸山洞口？问题这个山洞口好几个山洞口每一个基地都好几个，不是就一个炸完就没有，旁边有南洞口、北洞口，还有备用洞口。是，那你能够通通把它炸完吗？所以防不上，因为伊朗它是盆地、高原还有山脉，它地形呢善用地形，它直接挖就可以，它又不是像乌克兰这一眼平川大黑土地带，不是因为伊朗跟北边的阿富汗还有东边的巴基斯坦，他们是地形都是山脉高原。这不一样，那山脉高原我觉得打进去就是山洞了，那你怎么炸？美国用碉堡克星，美国用钻地炸弹去炸，但是问题是，你的厚度是有限的啊。我在下面你怎么炸？你只能炸洞口，洞口位轻轻就出来了，里面是好的，你洞口炸烂，但是里面是好的，是这个样。所以真正要毁灭、一网打尽伊朗的无人机跟地对地的飞弹，我认为蛮困难的。同时，美国现在面对3个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本来说打4天，或者说打2个礼拜，现在说我们可以打4个礼拜啊。那4天变成4个礼拜，你不增加7倍啊？或者说，美国是面对了时间压力，而且知道现在美国的行动线现在已经开始初选了，都有这方面的压力，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的压力，美国必须面对。第二个压力，库存压力，它向韩国调拨。没有向日本调拨吗？你敢讲吗？对，没有向台湾调拨，你敢讲吗？那只是有人讲，有人还不敢说。我向你调拨你还可以，还不能咋呼。换句话说，美国现在能够，不管是爱国者或者其他的远距遥攻精准武器去用差不多了。那现在要调拨，要不然我也没了。那伊朗还有，伊朗还打我，我没有拦截，不行。那他为什么向欧洲调拨最快那么近？不行，因为像乌克兰战争那边，他现在有战争急需，不可以像欧洲的调拨，那像亚洲吧，对不对？朝鲜半岛现在也没有什么状况啊，对不对？这个黄海、东海也没有任何状况啊，可以。所以美国它现在有库存降低的压力，现在显现了。第三个，国际能源的压力，你这核武是海峡被伊朗这个封锁，大家能源都叫苦连天。这个东西，国际压力或者能源压力会回到美国上面，是它就要面对，越久它的压力会越大，因为大家缺的东西了，股票都往下，都往下修了，这是经济压力，这是能源压力，这个是整个国家压力的表现，这会回到川普，会回到美国身上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会随着时间越久，压力会越大，三股压力都会集中到美国身上。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军事武器库存的压力之外，还有同时来自于国际各方给予美国的压力。那其实，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希望能够介入到伊朗的神权，能够把这个神权教士给灭了。那川普现在积极介入的就是，虽然说哈米尼被斩首了，但是呢，现在传出来说，哈米尼的次子会担任接下来的最高领袖。那这一位是穆吉塔巴。川普已经说了，穆吉塔巴如果要接任的话，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川普也向这个《纽约时报》透露说，他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时呢，这个针对委内瑞拉，他想要仿效这个案例，协助委内瑞拉来建立新政府。他说，伊朗也要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当然了，这个专家也特别做了分析，伊朗比委内瑞拉复杂多了，里面要涉及到的包括了有宗教领袖的体系、革命卫队，还有军警等等。川普要介入神权，真的做得到吗？聂老师怎么看？OK， 我觉得川普啊，从某个角度，他应该心中是蛮慌的。表面当然好像很镇定，因为他拿着他美国的霸权，认为他什么都做得到。第一个，在武的方面，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他很喜欢用代理人战争，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够智慧，因为刚刚也讲，库德族人数有限，力量不一定够。但是这是他的一招打法，因为美国必须要用代理人，他才有办法稳住他自己的后盾力量。第二个呢，刚刚武器的短板也非常明显。他为什么到韩国去调？他自己实力不够吗？他不是很厉害吗？一下就可以几秒钟或几天就可以把对方这个折服，不是这样吗？你发现他武器短板到达什么地步？到达他一下子650颗萨德飞弹，一下子用掉150，他不知道未来如果还有别的国家要跟他敌对，他怎么去敌对？当然，我讲一个他最大的敌手，他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文的部分，你知道吗？他原来这个信誓旦旦的认为说啊，我哈米尼，我把他这个解决掉之后呢，很快我可以搜索追踪他所有的接班领导人，也可以把他马上干掉。结果呢，他也很高兴的说，你看这些接班全部都被我们解决了。
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伊朗真的跟委内瑞拉是完全不一样，他完全忽略，也就是智慧真的是不够，只是聪明有余啊。达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是这样子哈。第一个，在它的这个在革命卫队这个真正的神权体制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每一个忠心的这个神权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的。当你打掉了部分人，其实每一个都有可能去接班，而且他们会同仇敌忾。这个同仇敌忾还不止如此。如果川普呢不接受他的儿子刚刚讲这个所谓的穆吉塔巴，这是他的次子嘛，当然这个长子还有他的一些女儿也同时遭殃。但重点是，他来接手，他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一样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对美国这个非常痛恨的心。但重点来了，他即便想要去找过去反对这个神权制度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接班人，但重点来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复杂性是这样的，即便是反对这个神权制度的这些人，他们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其实大家要了解它的历史，在西元前550年到西元前330年，它叫波斯大帝国这个帝国跨欧亚非大地就居鲁士把这个国家弄得多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是有历史背景的。波斯这个帝国呢，让他们非常民族自信。其实这些反对是因为伊朗它的整个宗教的文化，让他们非常的压抑，也就比较保守。这些比较亲西方势力、想要西方化的人，是希望他们的生活好、经济好。比较有自由派，他们反的是神权制度，但是不是反神权，因为神权主义是夹杂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即便是反对的人，他也不会完全支持说，你今天来帮我推翻我的爸爸，叫我爸爸下台，我要接掌爸爸的事业。结果你不要把我爸爸杀掉了。现在美国是把他爸爸都杀掉，现在连下面反对党的很多都改变了，说美国竟然来打我们、杀我们自己的人，他们也跟着现在神权这个制度派的人一起，即便他不赞成最原始的这些人，但是他也反对了美国。所以你会发觉，川普他现在要找接班人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他慌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是他那个同个体系下来，他自己是哈米的儿子来接班嘛，对，他一定会非常的用更极端。这个抵抗抵抗这个美国，当然他可能不会直接打美国，在美国在中东所有的这个军事组织也好，或者说军事势力也好，或者所有的美国势力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东西都会做同样的一些反击。现在重点来了，美国很奇怪，美国现在发现他打下去打这个不是他想象的，我讲川普不是想说几天就能够收割了整个伊朗的所有，发现他好像。要慢慢调整的，要多了几周，甚至还多了几个月。我觉得这个以伊朗的神权主义加上民主主义的结合，他们的同仇敌忾，未来的这种民族性，美国可能会跌破了眼睛。川普在突袭了伊朗之后，现在是不是自食恶果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西方的盟友孤立了美国之外，在油价的部分，因为伊朗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价格已经破100了。美股的部分则是大跳水，习川会现在川普最在意即将要登场的3月份习川会是否也会被因此取消呢？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川普觉得说这一场战争应该就是以一种闪电的方式可以立刻的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是立刻翻盘了。我们刚刚也谈了非常多有关于战情的部分。那么川普呢，他也希望说西方的盟友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来帮助美国？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西班牙跟英国是立刻表态了，不会来帮助美国。好，我们来看到是西班牙的首相，包括了桑切斯，他说拒绝美国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英国呢，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说这次军事行动我们选择不会参与，包括你也不可以使用在这边的英国在这边的美军基地。川普就怒批施凯尔，你不是丘吉尔，讲这些话也都没有用。另外，川普也说了，除了英国之外，西班牙我会跟你切断所有的经贸往来。川普对这些西方的盟友感到非常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表态的现在中国大陆出来说话了，他要川普还有要美国跟以色列立刻停战。这个北京强烈的表态说，美以的行动这个是错误的。原本规划的川习会，现在北京有没有可能取消或者是延后？这对于华府来说，恐怕是非常担心的事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又怎么看了？现在川普眼前的问题，除了西方的盟友不帮忙之外，还有他最在意的川习会是否生变了，如何影响到国际局势？川普是不是误判了这最后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委员怎么看？
是美国的盟友这一次都选择跟美国保持距离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具备正当性哦。那你先不要讲说川普已经不承认的国际法了，但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有没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同意之下，你就贸然的发动战争，你完全是视国际法于无物了哦。那么更不要讲说明明眼看着他们谈判应该要有一些成果了，就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战争之前，这个他们才刚刚讲好说，马上数天后就要展开第3轮的谈判，而且谈判的气氛看起来都还不错，就忽然之间，以色列跟美国就发动了战争，就大白天就开始突袭，这个发动空袭了。所以这当然完全不具有正当性啊！他就觉得说这是另外一个珍珠港事件翻版，明明不是在谈判吗？就接下来马上都约好时间了要去谈了。那你把库纳许，你把美国这些谈判代表就当作是玩偶就对了，就摆在那里骗一骗人家，然后你背后一手拥抱一手插刀。那这样的做法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们当然就不可能陷入这场这个有道德争议的战争里头了哦。那么很显然的，就像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我认为美国这一次很严重的被以色列误导了。那说误导可能好听一点啊，说被以色列操控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哦。就是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以色列的影响力，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像川普也好，几乎就是把以色列奉为大哥了。就是这个以色列讲的话，以色列要做的事，川普完全使命必达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把美国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里。我们刚才不断的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全球要变成一个这个全球大乱，甚至搞不好还会爆发更大的这个区域战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你要灭掉我了，我已经是生死存亡了，我绝对不介意拖全世界下水。这是一个常态的心理啊！就如果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面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一定想说，那大家一起陪葬就好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所造成全球的冲击只是刚开始哦。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哦，就像刚才我不断强调说，舰长说过，如果你在波斯湾布了水雷了，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这个液态天然气通通都不要出来了，你全球马上就受到冲击了。大家说啊，冲击没什么关系，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全球的股市开始崩盘。那大家接着说，那美国的股市看起来挺住啦，也没挺住，因为全世界的金融体系是联动的。当这个一个地区开始进行全面崩盘的时候，它就马上会像这个骨牌效应一样开始全面倒了。你只是看美国的股市是骨牌的第几张骨牌而已。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全球的冲击，其实伊朗的战略很清楚嘛，就是唯有如此，我让你们都痛，不是只有我伊朗痛，那么大家就会想办法来解决这场战争。我觉得像习川会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如期举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此时此刻，川普所发动的这场不具正当性的战争里头，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刻贸然跟川普见面了，习近平很难去对外解释说，伊朗虽然不是像这个俄罗斯这么亲近，但是好歹也是他宣称的战略伙伴关系哦。那么但是我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不具正当性的战争发动之后，反而让北京取得了另外一个更好的这个战略的制高点，就是这场战争，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想要把它这个画下一个休止符你不要说谁赢谁输了，这场战争大概谁都不会赢，谁也不会输，就打那个天长地久了。美国如果要退出这个战场，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斡旋了。这个时刻，你说波斯湾的国家谁愿意斡旋？他们已经跟这个伊朗都已经扯破脸了。这个时刻最有资格、最有能力斡旋的就是北京政府。所以呢，我认为，对于习川会有没有可能继续推动下去，除非川普释出更大的善意，他给出更好的利多，那么习近平也许愿意勉为其难。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其实北京政府已经站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解决这场战争，唯一能够出来讲话话事的人就是北京政府了。好，所以接下来的3月份，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成真发生，这个还要持续观察。那北京现在绝对是最重要的调停人。川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除了说接下来的习川会会不会如期举行之外，他还要更担心的是，现在整体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反应了，恐怕都对于他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我们先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伊朗他封锁了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了大概6000多枚的水雷在这边，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已经
不断的在飙涨，150艘的邮轮现在卡在荷姆兹海峡的海上，油价单日狂飙双位数，布兰特原油的短线冲到80到90美元，现在预估封锁持续的话，油价会破100元大关，天然气价格同样是冲破飙涨了130%。川普一直喊嘛，赶快降息，现在看起来通膨的压力会持续的扩大，那就更不可能逼着联准会主席去做降息了。那所以川普就喊啊，那没关系，你荷姆兹海峡封锁，我会出动所谓的海军来去护航之外，针对资本市场，我也会做这个金融保险的救援，到底有没有效啊？舰长又怎么看？川普经常讲话，就是他一念之间就是随性而至就说了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去问底下如何去做这个事情。荷姆斯海峡的地形如果你看到这里的地图，你就知道你海军怎么去护航。大家请看这里如果这个可以拉近一点的话，你看这里，荷姆斯海峡在这里。你知道我从这个波斯湾这里走出来，弯到这里这样过去，这里距离非常近。当我一个船走到这中间的时候，我问你，所有这里都是伊朗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打一个飞弹过来，甚至一个飞弹快，它有数百艘的飞弹快艇，飞弹快艇也可以打过来，你如何防？这个东西不是说这里东西弯而是它的叫做它的反应时间根本不够啊。这个30几公里，我走在中间，大概就是距离陆地大概是10几公里，那个飞弹一下就到了，那我怎么防？我去保卫别人，我一个军舰走在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如何自保，我如何活着出来。那如果一艘军舰在这里，那军舰都上百亿的，一个叫做邮轮也不过才几十亿而已啊。那你认为，如果我今天要去打这个护航的邮轮，跟那个护航的军舰的时候，这邮轮的时候，你要打谁？我先选择军舰，那是高价的，我怎么会打邮轮？这是一个。那土耳其，对不起，伊朗有高音速空传飞弹，它的飞弹的性能我查了一下，比我们的雄三还要好，就是更快一点，打得更远一点。他用这个打，我现在跟你讲，他在这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几乎很难防，你知道？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都非常难。所以他会不会用这个去打他呢？我告诉你，别以为他会打。所有的角色都要去想，如果我今天他不说他在外面有一个航母，对不对？我派了5个这个飞弹快艇去打5枚我刚刚说的那个超音速飞弹，然后把它航母打沉或打很重，然后呢，然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就完蛋了，美国就要你的命了，所以他会去做一个考量。任何作战不是说你这样完毕就结束的，没有结束啊，还有后续。然后刚刚委员说几次就。这一次所有的封锁都是靠飞弹封锁，如果他说停，立刻停。有一个指标，大家去看只要看到这个指标出来，就知道完蛋了。他如果在这里布300颗水雷，就完了。为什么？整个就堵住了。2012年曾经在这里做了一个30个国家的排雷的演习，放了29颗雷，进行了12天，找到的雷不到1半。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还29颗，你只要摆300颗雷，就真的符合委员说的，他要跟世界同归于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指标。好，一方面是荷姆兹海峡对于全球的影响非常的重大，而且包括整体的油价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川普上任1年多来一直在吹的就是股市涨非常多嘛，这是他的重要 KPI。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道琼盘中暴跌了1200点，全球股市一起全面下挫。干哥怎么看这个后续的灾难性影响？对啊，你川普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政绩来了，结果一打2天完蛋了，道琼下跌1200点。我告诉你，那个1200点对美股而言是很大的灾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川普马上及时跳出来说：“不要怕，原油我会派军舰去保护的。”然后这个傻乎乎的美国人就相信了，就反弹了。后来只跌了400点而已。我可以跟你讲，再过2天一定又会再跌到那个数字啊，因为它不仅仅是道琼，它连Nasdaq摩根斯丹利，它都那个摩根指数都跌，只是深浅程度不同。我们就来这样讲，我先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说6000颗水雷啦，刚才舰长讲的是29枚找不到1万，我告诉你，只找到14枚而已，那个是5年前的排雷训练，